对对，明天有炒的不？哦，炒到未了啦。啊，我真就因为下，你知个点唔知？迄因为下哦，大帅无算大好，叫咱做下官哦，真好料的。好了，有因为下哦，你做咧啦，好咱来去讲啊。哎，你在高油谁啊？啊，干，好咱来。这基隆公园要帮忙，你怎么有空到我这边来？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，昨天刚交接出去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，我是你的直接上线，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，准时准点，不能有任何的意外，能做到吗？海上接驳啊，这怎么能保证啊？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，确定位置很难呢，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。我知道，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。那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？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，不是更安全吗？他的船太大，生进无处，怕偷渡查得非常严。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看啊，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，也相对比较安全。这个位置倒是可以，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？这样子，你先离开，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，好吗？我保证完成任务，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，好吗？好，交给你了。哎，保重，小心点啊。吃饱了？我吃饱了。吃饱了跟别上了，姐姐给你补课位。走。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。我以前不像。以前像军阀。于勋，我知道你身为次长，有诸多的无奈，我能理解。进城是我们的遗憾，韶城和兰城在大陆，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。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，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。对，还要护他们周全。很好听，只是，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？我想家了。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哭了。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，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，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。我想我妈妈了。
咱妈今天注意是好，一会儿就卖光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，那云贵川爱吃，陕西也爱吃辣。多少来着？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？是啊，哎呀，咱妈是厉害。那你说，我今天也这么厉害，赚这么多钱，你不家里孩子都是。哎呀，你别捣乱，数到哪儿了？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。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。没问题，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吗？赶紧睡觉。哦，对了，阿菊啊，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我想呢，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，这样呢，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离得近呢，也能互相照顾一下。你们看呢？哎，不行妈，您只有特别通行证，没有户口，租不了房子。哦，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？川成，妈是这样，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，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，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，贵得离谱，是吧？哦，就是呀妈，家里挤得下，花那冤枉钱干啥？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。哎，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，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？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。没关系的妈，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。对，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。我吃好了，你们吃吗？我们也吃好了，来。妈，谢谢您带张成做生意赚钱。咱不是一家人吗？瞎客气什么？我如果不忙的时候，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，这样的话，昌成的压力也小一点。现在世道乱，他压力大，对不对？谢谢妈，您来了正好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。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是，按理说这个点儿，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。难不成搬走了？不会吧？这么久的邻居了，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，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？不知道，我走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哎。主任，忙着呢。主任，哎，走。主任到，干嘛这火急火燎的？送通话记录单，又去保密局？哎呀，就他们事儿多，3天2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，你说哪有那么多凤谍呀？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，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。总裁不都说了吗？现在反共防谍，重中之，我们只能照办呐。主任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。哎，对，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，我这替你捎过去吧。那太谢谢主任了，我先回去忙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拿份日报。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？应该的，兄弟单位嘛。就来我家喝过茶，
我哪里知道他是空姐？我不知道。只是……好，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。半个月之前，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。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，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，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。那是当然，当然。那叶处长，你先忙，我先告辞了。放心吧，我以后跟你说好。那聂副官吗？聂副官，走。怎么样，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？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，要调整总体部署。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，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，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1军东运至重庆，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。解放军多路突进，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、川北、川南间频繁调兵，部队疲于奔波，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。先别高兴太早。乌江彭水解放后，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4道防线，修筑工事居高临下，而且第4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。刘邓在全力追歼宋绪联兵团。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，让解放军早做准备。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1个月了，按理说应该到了呀。不能这么被动下去，我们只能等2天。2天之后，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，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。等将来台湾解放了，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。哎，怎么样？对聂副官有进展没？别胡说，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？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，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请他吃个饭？哎，可以啊。那我请他吧，毕竟我闯的祸嘛。咋了？生气了？咋了？我俩一起。平日里面都见不上，怎么请啊？你做2小菜给他送去，他不好意思拒绝的。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，又能名正言顺地跟他独处一室了。他是福州人吧？哦，那边的菜我不会做。哎呀，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。重庆菜他吃得惯吗？你管他呢，心意最重要嘛。妈，您看我织这么长，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。哎呀，好久都没织毛衣了。但还是您织的好，还是跟外婆学的呢。阿菊啊，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？
现在插播一条消息：泰山呼叫东海，东海海区。李委员，有事吗？聂副官，我和甄娃想要请你吃饭，你老说没时间嘛，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。甄娃她有事情，我怕饭菜凉了，我就先拿过来了。作为谢礼呢，可能太寒酸了，希望你别嫌弃啊。举手之劳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事吗？你吃饭的时候，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？你的收音机呢？收音机那么贵，我哪买得起啊？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。没事，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，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。然后等你吃完饭，我来取餐盒的时候，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。好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我帮你打开。谢谢。聂副官，是饭菜太辣了吗？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。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，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。是啊。冬天呢，在我们老家，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，说能解暑。冷天嘛，也喊我吃海椒，说能驱寒。哦，你哥哥是做什么的？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，殉国了。
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吃好了，谢谢你的家乡小菜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，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啊？哦，没有。你再吃点嘛，要不我先回去吧，您慢慢吃，多吃点嘛。我先回去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我吃饱了，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。阿桃，看看去。聂哥哥，你吃好了啊？念希来了，师母，吃早饭了没？老师，还没呢。就知道你没吃，快吃吧。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妈，我也吃好了啊，你也吃好了，要迟到了呀。小钱，小钱，寻人启事登了吗？登了，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。学成没有上学，你赶紧送他一趟。我想了一下，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。哦，那边还没有腾退吗？学成，带俩鸡蛋，车上吃。哎，我要迟到了。学成，你别跑。没有腾退，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，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。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。怎么买了2份一样的《全民日报》啊？买了1份，老板给了2份，来，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。啊，谢谢。来，宝宝。妈，吃饭了。好的，马上。
没有走错房间，陈太太，请坐吧。您是东海同志？一路上都顺利吧？啊，总算见到你了，东海同志。你放心吧，我一路走过来，我觉得非常安全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就好。您看上去好年轻啊。是这样，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。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喝口茶，等会儿去也来得及。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，所以为了安全。陈太太，您等我一会儿。好。先生买烟是吧？卡了门吗？好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哎。您可以抽烟，我对烟味不嫌弃的。陈太太，我不吸烟的，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，所以停下来看看。哦，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，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。啊，师母是谁呀？哦，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，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搬走了，所以应该没人打扰。哦。哟，吴司长，您还真在呢。哦，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？哦，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。你怎么也没搬走啊？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？嗨，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。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？结果广州一丢，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。他们趁我不在，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。那是你眼光太高了，你眼光稍微降低一点，你明天就能搬家。哎呦，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。段厅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房子乱糟糟的，我就不请你进来了。哦，吴司长，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，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。哦，那进来吧。好，哎。陈太太，我就送您到这里吧。前面这一栋2楼
最左边那间就是了。你不上去吗？我留在外面，这是纪律。好。您呐，可真是庸书百成啊！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。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长话短说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次长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得跟您好好说说。您坐，您坐。这次去重庆啊，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。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，您呢又一直不在。前阵子呢，我来找过您几次，您都不在。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。您出访香港，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，非但没能给您分忧，还闹出了新闻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。但是今天，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没关系的啊。不，次长。次长，您不计较，那是您着眼大局，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，防微杜渐。哎，不过这话呢说回来，您坐后次长，您说保密局，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。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，您品品，啊？他这是承认错误、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！啊，我来。请问，您找哪位？还能找谁呀？当然是您太太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年的姐妹了，你说说，搬个家都不告诉我，他人呢？哦，您是内子毕奎的朋友，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？没有说呀。哎呀，你说说，我跟毕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快请。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？啊？准备不跟我来往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想了半天，可能问题出在哪了？我想问一下啊，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，他不高兴了？哦，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，但那都是小事儿，啊，最近很忙，估计一忙就忘了，您请放宽心。你说说。他们告诉我，说毕奎不高兴了，我这还不相信呢。没想到是真的。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。因为那天去的人呐，都抽烟呢。所以毕奎他不喜欢闻烟味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才不叫他的。这事儿真不怪我呀。你说？次长，您有客人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好，慢慢聊。好，慢慢聊。慢走。哎，好。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？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。东海同志，我是陈太太，朱峰。朱峰同志，欢迎你，叫我吴石就行。那位是国防部2厅厅长，特务头子。危险吗？没事儿，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，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。
这是万先生、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。给你倒点热的。不用不用，够了够了。你有亲戚在警务处？是，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。女儿是文职，不懂业务；女婿一直干电讯。戴笠飞机失事以后，军统裁员，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。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，我跟他们一起住。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？接上了。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，时效性非常强，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。事不宜迟。这是一个胶卷，很小啊。内容太多，纸张不太方便。如果遇到意外，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，敌人不会知道内容。明白了。还有，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，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。你刚才反应很快，正好可以借用你是内人朋友的身份，可以去我家接头。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。没问题，我的身份很灵活，只要您方便就可以。好，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。哦，我给您留一个电话。白天打就可以。我女婿上班不在家。不让我副官念喜送你，车在楼下，记住，是他会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告辞了。再见，陈代表。
陈太太反应快，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。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。怎么了？我还是有点担心。刚才在茶屋，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。赶紧下去，开车跟着他，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。好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天天晚上抓人，这台北人都学精了，根本不出门。白天试试。洪流啊，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，叫于什么来着？于肖南。对，找他谈话。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，要让他接班啊？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？也不是本地人呐，哪像阿旺哥柳又会官话。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，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，还想当组长哦？上班干活，赶紧。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，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，看见有人出来，再抽查搜身，摆开抓共党的架势，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，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，所以我觉得80%应该是绑票勒索，不会往保密局里带，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。照这样来看，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。我现在担心的是他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，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，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。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，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？关键现在是什么人能出面呢？段厅长。什么？段厅长。段退之一旦搅和进来，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。当时抓了几个人，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哎，倒是有一个，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，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，要找副校长告他们。为什么要找副校长？不是副校长，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。哦，傅大炮吗？对，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，他赶到了草山行馆，拍老蒋的桌子。太好了，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？我来想办法。报政法组约半年的时间。见过的共谍，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。
没有一个说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。我咋就不信呢？哼，你别不信。你像有的不给他点手段，他是拒不配合的。比如这种，好，来，你脱。脱！建成，建成，在哪儿呢？大家都听好了啊！你们啊，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，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。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，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。所以啊，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，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，也不多，就200新台币。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，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。哎，你出来！说的就是你，不是你，是你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刘哥，我有点事情，先过去啊。哎，好。哎，说什么呢？等一下。走。想好没？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？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，我给你打个9折。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，警务处的王长城。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兄弟单位。是的，是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我就让你先办。喂，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。好。哎，喂，你好，那个王长城在吗？我想找一下王长城。我是他丈母娘啊。什么？他不在了？他去哪儿了？能给我一个电话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打不通就别打。这个干电讯的呀，耳机一戴，一干就是一宿。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，先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打。哎，长官，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，谢谢。哎呀，打不通就算了。哎，带他我再打一个，我再看看。我饿了，刚才关了太久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。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，就关照一下吧，长官。谢谢。
我就在这儿。谢谢。走吧。谢谢啊，长官。谢谢。如果遇到意外，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加班啊。妈到现在都没回家。我听邻居讲，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，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在家里出去找。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，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？那你给我打电话呀。家里电话坏了。坏了？我都要急死了我。你别着急，妈没说她去哪儿了。她就说去逛街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。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？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，没听说有什么行动。你找你保密局的老同事打听打听。这问不了。为什么问不了啊？首先，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。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，就不会有危险。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，都聊了一会儿，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，结果电话线又断了。那你说，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，我再一问，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有什么联系，多不好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？妈心疼我，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，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，一个劲的贴补家用，带着你做生意赚钱。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，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，就一句话的事，你会少块肉啊你？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，你哪顿饭少吃了你？行了，小点声，隔壁住的都是同事，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，放屁都能听见。我告诉你，妈可真是皇帝被抓的，我们全家都得完蛋。你不要孩子了，不要老公了，非得让我说出来。不会这么严重吧？只要妈不是帮爹，就不会。别瞎想了，我明天去问问。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，要是不坏，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。行了，你去帮我烧点水吧，好一天了泡泡脚啊。
喂，什么？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？喂，请问你是哪位啊？哦，好，感激不尽。好你个陈诚，出尔反尔，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？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？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，说好了不动老师的，这消息可靠吗？可不可靠？问问便知道。是可下不可容，是可下不可容。释放尹教授，释放尹教授，是可下不可容，是可下不可容。释放尹教授，释放尹教授，是可下不可容，是可下不可容。释放尹教授，是可下不可容，是可下不可容。释放尹教授，释放尹教授。可下不可容，释放尹教授，释放尹教授，是可下不可容，是可下不可容。同学们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，鹰犬横行。老板，结账。说不要玩，要玩呐！聂副官，还我人权，还我自由。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芋头糕团，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。你又为什么在这儿？还穿了一身便服？周围办点事儿，肚子饿了，随便吃点。那个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上班了，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？好，走吧。黄包车。哎，去哪里啊，太太？去3路公交站。好嘞，您坐稳。聂副官回见。好。吴次长。安全，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，后面没有意外。嗯。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，她脚脚应该销毁了，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。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，请尽快送出去。这么快？才见面没几天呢，东海小组了不起。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，跑跑腿。陈太太，你气色不太好，有什么事吗？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不过没关系，已经过去了，后面就辛苦你们了。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，这是我们的任务了，会对上级有交代。陈太太，哪怕不是任务，有什么吩咐，你跟我讲。哦，您客气了。线路修好了。喂，这是鸿祥绸缎庄啊，请问是陈太太家吗？她不在家，有什么事吗？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，请转告太太。等他回来，我转告他。哎，
回来了，妈，您回来了。您怎么才回来呀？您去哪儿了呀？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。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啊。妈，您怎么回事呀？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，我都要急死了。哎呀，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？这买东西呢，就碰上保密局的了，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。搞了半天吧，其实就是想要点钱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。哦，他们还都知道，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。哎，昌成，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？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，没在所里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？昨天家里电话坏了，今天早上才修好。哎呀，可真巧。妈，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？伤着没有？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。昌城也有面子啊，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，他们都认识，还给我好吃的呢。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，您要有个好歹，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？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，不然我跟他们没完。对了，妈，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？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。第二天我一醒来，他们就把我放了。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？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阿菊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，让你们操心了，也担心了，真是对不起你们啊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妈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得上班，你们先聊。啊，好的。哎，对了，妈，您之前是在鸿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？没有啊。那奇怪，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。哦，哎呀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订的，我订的。哎呀，香港比较热，到了台北就冷了，我就想加2件衣服。你看这一累，就糊涂给忘了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没事，妈，那您别忘了取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妈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给你做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阿菊，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，太累了，因为。哦，阿菊啊，我想问问你，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，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，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？没有的妈，您想多了。您来帮我们，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，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，我们省了不少心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去休息一下。
看看料子。料子是吧？哎，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，保证你喜欢。好啊，咱这边请。哎，您看这个呀，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，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。你看这颜色多透亮，还有这个面料也好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您可以摸一摸，这款料子，舒服吧？摸起来。这是哪里的？这个是南洋来的，您也可以看一看。您好，哎，先生，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，我过来取。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。先生，我去给你找一找。受累。妈，长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嘘，现在台湾局势动荡，您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，我就过来了。哦，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，以防万一吧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还没查到啊？等等啊，先生。你看看你上着班，还要来管我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妈，我陪您一会儿，自己家人。哎，找到了，是这个。对，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，这也柔顺，颜色也沉稳，就是呀，价格有点贵。您啊，真有眼光。妈，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，我这时间呀。哎呀，长城不用，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，你赶紧去上班吧，别耽误了。行，那您看，我先上班了。啊，好。太太，咱继续这边看。好的。这还有2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，也是最近新到的。是这块吧？谢谢。是我安排欠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哪里？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，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。这是应该做的。可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，就不能留下漏洞。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？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。啊，不用，我已经送出去了。你送出去了？对啊。这么危险的情况下，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？我嘱咐过你的。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！如果能保住的话，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？你来台湾之前，小半没跟你说过吗？地下工作，安全是首要任务。销毁了证据，你才会安全。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。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。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，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，那它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？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，不服从命令？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，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坑出来就去接头呢？你确定没有违文吗？我反复确认过，绝对没有安全隐患。做那个交通员，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，这样做难道不对吗？我刚说安全是首要任务，其次是送情报，你听不懂吗？祝福同志，
有没有想过，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，你的命会不保，太公委会撤离，你的家人会受牵连，东海小组完全暴露。最关键的是，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。我们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，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，然后再联系。哎，吴石同志，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吴石同志，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。本来这次任务，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，因为发生了意外，所以我来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，参加革命10几年，可靠过硬，没有犯过错。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我们这种工作，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。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？错，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我犯错了。东吴同志，在此之前，不要有任何行动。朱国同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，你的命会不保，太公委会撤离，你的家人会受牵连。妈，您回来了啊？这是你做的？嗯，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，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。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。妈妈，谢谢你们。您谢啥呀？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，是我们得计了。昌城，把黄鱼盛出来。马上马上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现在有点累，我想去休息一下。啊，你们先吃啊。妈这是怎么了？妈说她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易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1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，任务确实太艰巨了。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，我亲自去基隆一趟。
析，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，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，阎锡山、征询本早于28日集体逃荣，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决战。刚才在会上，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？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。哎。国军为保存实力，异地再战，主动撤离重庆。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，坚持到最后一刻，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。台中地区多云，局部雨，15到20。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，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。西南公署的部队，上至胡宗南，下至孙元良，全部群集一团，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？怎么跟解放军决战？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。老师，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。学生以茶代酒，敬您一杯，庆祝一下。干嘛要以茶代酒啊？啊？拿酒，喝2杯。办公室啊？办公室不行吧？我想喝。是得喝。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。我想喝。现在在办公室，我想喝。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？好，借酒浇愁，可以。那我先去洗澡了。哎，聂副官，这么巧啊？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？开心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喝酒了？哦，现在才8点半，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，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？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？借酒消愁不行吗？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，我肃然起敬。